为什么有屏幕的充电器会变成更多人的选择？充电器自带功率显示，你就不用像过去一样一直挂着 C 表去监控状态。其实这解决了很多问题，比如看它有没有充满，只需要瞥一眼就知道结果。再比如手机尾插或者充电线总会接触不良，需要摆一个 pose 才能充电。那直接看功率显示就能知道这个 pose 有没有摆对。在炎热的夏季，热量很难散去，充电器自带温度状态显示，能让你掌握温度变化，你就可以安排重要的设备优先充满，或者给它来个人力散热器。我的这个充电器是安克智显充140瓦，是为数不多带显示屏的充电器，也是唯一在 Apple Store 上上架销售的中国充电器。其实外接测量仪监看充电状态是很多人的需要，但是那个画面确实没有安克智显充的这块屏幕那么简洁优雅。安克智显充的功率检测试探下来，刷新率大概是1秒1次，它可以完美的跟随我的 C 表显示数据。电子负载的设置是 0.6 安和1安，间隔1秒跳动。它的这个刷新率和显示精度对于日常使用来说是完全够用了。刚才参与测试的是这个银色的，让深灰色的这个先冷却一下。看它的左边并不是所有区域都在发热，但它的右边几乎是所有区域都在发热，背面也是局部发热，顶部几乎是完全发热。一会儿满功率烤机我们观察右边这个区域，现在深灰色这个基本上已经冷却了。我这里现在气温29度，我们用福卢克的热像仪观察一下它的满功率烤机发热变化。触发一个28伏的输出，开始计时，启动。现在功率140瓦，目前1分30秒，处于高性能运行状态。功率还是140瓦。现在3分30秒，最高温度的地方有 44.4 度。烤机10分钟，现在室温29度，当前的功率还是140瓦。温度监测还是属于高性能运行状态。热像仪最高的温度有 55.9 度。现在15分钟，最高温度有 61.4 度。温度监测还是属于高性能，并没有超温。现在28分30秒，气温升高到了30度，还是处于高性能运行状态。现在的最高温度也只有 64.2 度。总体来讲，安克智显充的散热能力还是不错的。140瓦持续28分钟，没有过热保护。其实大多数的充电场景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的满功率输出，所以你不用担心使用安克智显充会经常出现过热保护。安克智显充140瓦，有3个 C 口，还有一个 A 口。这是 C1 口支持的快充协议， QC 支持 2.0 和 3.0， PD 支持 3.1 版本，最大到140瓦。这是 C2 口支持的快充协议， QC 也是支持 2.0 和 3.0， PD 也是支持 3.1 版本，最大到140瓦。
这是 C3 口支持的快充协议，有融合快充，能够支持到33瓦 ，QC 也支持 2.0 和 3.0 版本 ，PD 协议支持 3.0 版本，最大到40瓦。这是 A 口支持的快充协议，融合快充支持33瓦 ，QC 支持 2.0 和 3.0。来看这张数据汇总表 ，PD 协议 C1 和 C2 是一样的，最大支持到140瓦，有小米5到11伏的55瓦快充。C3 口的 PD 协议最大只到40瓦，也有小米的5到11伏，但是最大只能到40瓦。苹果的 2.4 安协议4个口都支持，三星的 AFC 还有华为的 FCP 4个口都支持，华为的 SCP 只有 C3 口还有 A 口支持， QC 2.0 和 QC 3.0 4个口都支持，融合快充在 C3 口和 A 口都支持。空载和满载的文波，还有极限电流，还有转换效率，这个测试时间会比较长，因为我要保留原始数据。想看数据汇总的，可以快进到汇总部分。这个是电子负载，用来拉取和显示输出电流。这个是输入的功率表，用来显示输入的实际功率。这个是电压表，用来显示输出的电压。示波器用来显示当前输出的文波峰峰值。我们从 C1 口开始，我又增加了一块表，用来监视输入的交流电压。给它激活 PD 协议，先从5伏开始，空载电压 4.99 伏，空载文波大概3毫伏，满载电流3安，输出电压 5.23 伏，满载文波大概17毫伏，输入功率 18.55 瓦， 3.4 3.5， 极限电流 3.5 安，激活9伏，空载电压 8.99 伏，空载文波大概2毫伏，满载电流3安，输出电压 9.22 伏，满载文波大概16毫伏，输入功率 31.62 瓦， 3.4 3.5， 极限电流 3.5 安，激活15伏，空载电压 14.97 伏，空载文波大概5毫伏，满载电流3安，输出电压 14.87 伏，满载文波大概32毫伏，输入功率 49.71 瓦， 3.5， 极限电流 3.5 安，激活5到11伏5安，空载电压 10.98 伏，空载文波大概12毫伏，满载电流5安，输出电压 10.84 伏，满载文波大概18毫伏，输入功率 62.37 瓦，极限电流 5.04 安，激活20伏，空载电压 19.94 伏，空载文波大概15毫伏，满载电流5安，输出电压 19.79 伏，满载文波大概23毫伏，输入功率 108.4 瓦，极限电流 5.8 安，激活28伏，空载电压 27.51 伏，空载文波大概18毫伏，满载电流5安，输出电压 27.33 伏，满载文波大概35毫伏，输入功率 147.9 瓦， 5.4 5.5， 极限电流至少 5.5 安，因为这个电子负载最大只能承受150瓦。切换到 C2 口，激活 PD 协议，从5伏开始，5伏空载电压 5.00 伏，空载文波大概3毫伏，
满载电流3安，输出电压 5.23 伏，满载文波大概14毫伏，输入功率 18.61 瓦，极限电流 3.5 安，输出9伏，空载电压 9.03 伏，空载文波大概5毫伏，满载电流3安，输出电压 9.26 伏，满载文波大概14毫伏，输入功率 31.77 瓦，极限电流 3.5 安，输出15伏，空载电压 15.05 伏，空载文波大概5毫伏，满载电流3安，输出电压 14.97 伏，满载文波大概25毫伏，输入功率50瓦，极限电流 3.5 安，切换到 PPS 5到11伏5安，空载电压 11.04 伏，空载文波大概5毫伏，满载电流5安，输出电压 10.89 伏，满载文波大概15毫伏，输入功率 62.67 瓦，极限电流 5.1 安，输出20伏，空载电压 20.08 伏，满载电流5安，输出电压 19.93 伏，满载文波大概26毫伏，输入功率 109.2 瓦，极限电流 5.8 安，输出28伏，空载电压 27.71 伏，空载文波大概20毫伏，满载电流5安，输出电压 27.55 伏，满载文波大概38毫伏，输入功率 149.1 瓦，极限电流至少是 5.5 安，电子负载的最大功率只有150瓦。切换到 C3 口，激活 PD 协议的5伏，空载电压 4.99 伏，空载文波大概7毫伏，满载电流3安，电压输出 5.23 伏，满载文波大概18毫伏，输入功率 18.74 瓦，极限电流 3.5 安，输出9伏，空载电压 8.98 伏，空载文波大概5毫伏，满载电流3安，电压输出 9.22 伏，满载文波大概16毫伏，输入功率 31.76 瓦，极限电流 3.5 安，输出5到11伏 3.6 安，空载电压 10.97 伏，空载文波大概7毫伏，满载电流 3.6 安，电压输出 10.87 伏，满载文波大概11毫伏，输入功率 44.49 瓦，极限电流 3.64 安，激活15伏，空载电压 14.95 伏，空载文波大概5毫伏，满载电流 2.66 安，电压输出 14.88 伏，满载文波大概32毫伏，输入功率 44.49 瓦，极限电流 3.1 安，激活20伏，空载电压 19.93 伏，空载文波大概10毫伏，满载电流2安，电压输出 19.87 伏，满载文波大概16毫伏，输入功率 45.13 瓦， 2.3 2.4， 极限电流 2.3 安，激活 QC 2.0， 从5伏开始，空载电压 4.99 伏，空载文波大概7毫伏，满载电流3安，电压输出 5.22 伏，满载文波大概16毫伏，输入功率 18.89 瓦，极限电流 3.3 安，输出9伏，空载电压 8.98 伏，空载文波大概6毫伏，
满载电流2安，电压输出 9.13 伏，满载文波大概12毫伏，输入功率 21.4 瓦，极限电流 2.3 安，输出 SCP 5到10伏 2.3 安，空载电压 9.97 伏，空载文波大概6毫伏，满载电流 2.3 安，电压输出 9.90 伏，满载文波大概12毫伏，输入功率 26.47 瓦，极限电流 2.6 安。现在回到 QC 2.0 的12伏，空载电压 11.96 伏，空载文波大概3毫伏，满载电流 1.5 安，电压输出 11.91 伏，满载文波大概4毫伏，输入功率 20.82 瓦，极限电流 1.8 安，输出融合快充的5到11伏3安，空载电压 10.97 伏，空载文波大概3毫伏，满载电流3安，电压输出 10.88 伏，满载文波大概8毫伏，输入功率 37.45 瓦，极限电流 3.05 安。来看这张数据汇总表，安克自显充的电压控制是有补偿机制的。你会发现有些档位的空载电压是低于满载电压的，也就是大功率输出的时候会有电压补偿。总体来讲，它的电压控制精度还是比较高的。注意看，这些是文波的数值，所有的档位文波控制的也是不错的。最大的文波只有38毫伏，这个是让我有点意外的。这些数值是极限电流，那些5到11伏的档位极限电流是比较小的，只能够超过额定值的 0.1 安以内，但是其他的档位能够超过额定值 0.3 安以上，最大的可以达到 0.8 安。也就是说，安克自显充有足够的输出过载能力。这些数值是转换效率，最低的是 82.9%， 最高的是 92.39%， 是属于转换效率良好的那个梯队。这就意味着它的发热量是比较低的。安克自显充140瓦，它的额定输入电压是交流100到240伏。这个电压表显示的是电源插座现在的电源电压，现在的电压是41伏，频率是50赫兹。把这个表切换到功率显示，没有启动。60伏，激活28伏，电流5安。现在输入电压75伏，输出功率141瓦，输入功率 159.6 瓦，可以持续的输出最大功率。直接把输入电压调到250伏，启动负载。现在电源电压257伏，输出功率141瓦，输入功率 153.8 瓦，也是可以满功率输出的。所以安克自显充140瓦可以工作在76伏到250伏之间，而且是满功率输出。刚才我们做极限电流还有文波测试的时候，已经对单口模式的最大功率进行了验证。这是 C1 口，这是 C2 口，这是 C3 口，这是 A 口，4个口同时输出。 C1 65瓦， C2 45瓦， C3 12瓦， A 口12瓦，验证通过。3个 C 口同时输出， C1 口65瓦， C2 口45瓦， C3 口30瓦，验证通过。去掉 C3 口，连接 A 口， C1 口65瓦， C2 口45瓦， A 口30瓦，验证通过。连接 C2、C3 和 A 口。C2 口可以工作在28伏100瓦， C3 口12瓦， A 口12瓦，验证通过。
切换到 C1、C3 和 A 口。C1 口可以工作在28伏100瓦 ，C3 口12瓦 ，A 口12瓦。验证通过。现在只保留 C1 和 C2 口。C1、C2 口最大都可以输出到20伏，最大功率可以输出到70瓦。验证通过。现在保留 C1 和 C3 口。C1 口最大可以输出28伏 ，C3 口可以最大输出20伏。C1 口可以工作在100瓦 ，C3 口可以工作在40瓦。验证通过。现在是 C1 口和 A 口。C1 口最大可以工作在28伏 ，C 口可以输出100瓦 ，A 口可以输出33瓦。验证通过。A 口看到的功率都会有一点偏小，是因为我的连接器有比较大的压降，以后我会重新做一个连接器。现在保留 C2 口和 C3 口。C2 和 C3 最大都可以输出20伏。C2 口可以输出100瓦 ，C3 可以输出40瓦。验证通过。现在保留 C2 口和 A 口。C2 口最大可以输出28伏。C2 可以输出100瓦 ，A 口可以输出33瓦。验证通过。现在保留 C3 和 A 口。这个状态 C3 和 A 口都只能输出5伏，它们都可以输出12瓦。验证通过。刚才的测试已经验证了官方给出的多口输出功率组合都是可以实现的。C1 口输出28伏的时候，连接 A 口不会重新沟通，连接 C3 口会被降低到20伏，连接 C2 口也会被降低到20伏，但是在20伏输出的时候，连接 A 口不会重新沟通，连接 C3 口也不会重新沟通，连接 C2 口也不会重新沟通，所以我判断它的多口插拔断连的情况是只要输出端口没有超过当前端口的最大值就不会被断连，如果超过以后会被强行降功率。安克制显充的待机功率在屏幕点亮的时候有大概 1.1 瓦到 1.2 瓦，屏幕熄灭以后待机功率降低到 0.5 瓦到 0.6 瓦。这个待机功率不算特别小，但是也不是很大，不用的时候最好还是把它从电源上面拔掉。安克制显充的这根自带线拿在手里头感觉沉甸甸的，实际它的重量有45克，实测它的长度有1.5米，线的外径有 4.3 毫米，线的外皮是高密度的编织网，两个 C 口的插头摸起来是铝合金的材质。负极线的电阻有 37.3 毫欧，正极线的电阻有 65.8 毫欧。给负极线输入一个5安的电流，负极线上面的压降有187毫伏，是远低于规范要求的250毫伏的。给正极线输入5安的电流，正极线上面的压降是324毫伏，也是远低于规范要求的500毫伏的。所以这根双 C 口的线不仅是一根合格的电缆，而且性能还不错。我们读一下它的 eMark 信息，这是一根 USB 2.0 的线，供电能力支持50伏5安，也就是240瓦的最大功率。安克制显充给手机充电不用质疑它的能力，只要你根据这张表能够让手机的充电协议跟它对得上，就能激活对应的功率输出。这个是 MacBook 原装的电源适配器，最大的输出功率是70瓦，支持的是 USB PD 协议。这根是原装的 MagSafe 充电线，
原装适配器连接以后，输出功率是45到50瓦之间。安克自显充连接以后，输出功率也是45到50瓦之间。换到 C2 口也是同样的45到50瓦之间。C3 口由于有40瓦的功率限制，所以现在最大功率只能到38瓦，但是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C3 口连接以后，显示的是电源适配器供电，而且还在缓慢的给电池充电，所以即使是40瓦的 C3 口也是可以给 MacBook 供电的。拔掉 MagSafe 充电线，我们用 C 口线来给 MacBook 供电，还是保留用 C3 口40瓦的功率。看输出功率依然是38瓦、39瓦，还是同样的，显示的是电源适配器供电，缓慢的在给电池充电。把小功率的 C3 口留给 MacBook， 然后用大功率的 C1 口连接 ThinkPad。现在两台电脑都在播放流媒体， C1 口输出26瓦， C3 口输出28瓦、30瓦。现在这里总功率显示的是46瓦、48瓦、61瓦、62瓦，而且 MacBook 跑的是剪辑软件，功率消耗是比较大的，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用安克自显充给两台笔记本电脑供电的问题，完全可以做到。这是安克自显充140瓦，这是苹果70瓦的原装充电头，它们的外形尺寸几乎一样，只是安克自显充稍微厚一点。安克的重量273克，苹果充电头的重量166克，长度68毫米，宽度也是68毫米，厚度35毫米。电源插头有包胶设计，插头的连接可靠性还有耐用性是不错的。里面的金属弹片是比较厚的，这是插头的内部，做工还不错。这是连接的弹片，弹片的厚度是 0.3 毫米。这块是接口的面板，是粘胶固定的，厚度是 2.4 毫米。外壳的里面贴了一块石墨导热贴，外壳的内部做的还是挺光滑的。外壳的壁厚有 2.8 毫米，整个外壳有 53.9 克。它的内部是有很多个模块交叉叠在一起的，这边是显示模块，这边是输出的接口，然后在中间就是它的电源处理部分。这是一块均热板，另外一边还有一块均热板。均热板的材质应该是铜的。均热板的下面有大量的导热硅垫，两面都有。从导热胶的清理过程，你可以看到导热胶几乎无处不在，所以你不用担心它的散热问题。它的这块屏幕是用双面胶粘在上面的。屏幕还有触控，有一个独立的 MCU 来控制。这是背面的电路，这是输出的接口板，背面看到有3个电感，
两个比较大，有一个比较小。那可以判断 C1 口独立一个通道， C2 口独立一个通道， C3 口和 A 口用最小的这个电感，所以它们两个的输出功率是最小的。这边是低压区，这边是高压区，在它们中间有一个绝缘片，这样可以增加绝缘的强度。这个模块上面是开关管，还有变压器，氮化镓芯片也在这个上面。剩下的这个部分就是高压输入部分，这里为了节约空间，高压输入部分还有一个小板。从这些电容还有电感可以看出，它的电源噪声控制还是做得比较好的。好了，这就是安克智显充140瓦的全部拆解和测试。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我们在评论区接着聊。我是机电匠，我们下期见。